事实上，在外界担忧中欧贸易战或将升级的关键时刻，德国经济和气候保护部发布消息指，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哈贝克计划于21号到23号访华。根据德方披露的行程安排，哈贝克此次访华期间将与中方讨论双边关系、当前的经济、能源和气候政策问题等。除了北京，他还将访问上海和杭州，参访位于上海的宝马汽车研发中心，在杭州与大学生交流讨论，并参观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总部。哈贝克在行前表示，中国是德国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同时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创新中心以及采购和销售市场，对许多德国企业来说仍然非常重要。与德国总理舒尔茨4月访华时类似，哈贝克此行也将率领一个庞大的德国企业代表团。不同的是，此次与哈贝克同行的代表团主要由中小型企业组成，包括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沃斯、金属加工公司肖德、太阳能初创公司恩宝等，涵盖医疗、汽车工业、金属加工、气候和信息技术等领域。知情德方官员透露，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让作为德国经济支柱的中小企业获得更多关注。德国经济和气候保护部发言人就表示，哈贝克访华期间将无法避免地谈到加征关税问题。他不会代表欧盟委员会进行发言或谈判，但将推动探讨更公平的贸易条件。有消息人士称，德方相信在这些关税生效前仍有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的空间，对找到解决方案感到乐观。那么哈贝克副总理他作为德国的这个经济部长，那么也是高度关切当前这个德国经济，德国政府还是要代表着德国企业的这个商业利益。那么实际上呢，这些企业，那么他们更多的是需要一个这种开放的市场，那么包容的这个环境。那么这恰恰是当前那个中国持续扩大开放所能够提供给德国跟欧洲企业的。那么哈贝克总理的这次访问呢，也会进一步的通过德国商界的意愿，向整个欧洲传递这样的一个信号，那么就是要进一步的拥抱这个中国的市场，互利共赢才是这个中欧在动荡变革期共同应对风险跟危机的正确相处之道。针对欧盟计划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微信公众号玉渊谈天披露，18号约10家中欧主要汽车企业在北京举行闭门会议，豫方的中方车企强烈呼吁政府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建议考虑对欧洲生产的大排量汽油车提高进口关税。与此同时，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即将携庞大的商业代表团开启访华行程。行前，他发表声明称，中国是德国企业不可或缺的销售和采购市场，这传递出怎样的信号？来看报道。18号当天，共有4家中国车企、6家欧洲车企以及相关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等代表出席了在商务部举行的这场闭门会议。据参加会议的人士透露，与会的中方车企和行业协会均表达了对欧盟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出材披露的强烈不满，呼吁政府采取坚决反制措施，建议在世贸组织规则允许范围内，对自欧进口的大排量汽油车实施更高的暂定关税。进口关税最高可提升至25%。会上有中国车企透露，欧盟在此次反补贴调查中肆意扩大调查范围，要求中企提供电池配方、原材料供应商及采购信息等核心技术数据与商业机密。如果不提供，则会被欧委会认定为不配合，并最终被定出极高的补贴率。微信公众号玉渊谈天19号发文称，与其说这是反补贴调查，倒不如说是对中国新能源车企核心竞争力的一次大摸底，是在假借调查之名行窥探中国技术内幕之实。深圳卫视注意到，欧洲企业的担忧比中国企业更甚，他们第一时间发声反对欧盟对华加征关税的做法。许多欧洲车企在华已深耕几十年，特别是在传统燃油车领域，中国市场一直是其重要的营收来源。以德国汽车巨头大众为例，其与中国合资的2家大型制造商占据中国燃油车市场近20%的份额。在这背景下，中方如果真的对欧洲大排量汽油车采取反制
制措施，无疑将使这些传统欧洲车企遭遇又一重创。再加上许多欧洲传统车企本身也正处于新能源转型阶段，跟中方在技术上的合作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很多产品都准备销往欧洲和世界各地。参加此次闭门会的欧洲车企就表示，希望中欧双方尽快开启谈判，避免中欧贸易摩擦升级。对于电动汽车这样领先的绿色产品加征关税，这无疑是损害到了无论是欧盟自身的这种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的这个整个进程，乃至于中欧之间在经贸领域加强互信，那么不断的通过合作来取得成功的这种历史逻辑。那么这个也是无论是德国还是整个欧洲需要逐步去认同的这样一个现实。在结束对朝鲜访问后，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凌晨乘专机抵达越南河内继续访问，这是普京自2017年以来首次对东南亚国家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他第5次到访越南。普京此访继续推进向东看政策，与亚洲国家强化关系、深化合作。20号凌晨，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后，乘专机抵达越南首都河内，开始为期2天的越南国事访问。越共中央对外部部长黎怀忠、越南政府副总理陈洪和等到机场迎接。越南方面高度重视普京来访，而这也是越南国家主席苏林于上月22号正式就任后的重要外交亮相。河内街道挂满越南和俄罗斯国旗，普京专车开往越南主席府，沿途当地学生民众挥舞着俄越2国国旗夹道欢迎。苏林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一同检阅仪仗队。之后，双方举行了90分钟左右的会谈。在当天下午的联合发布会上，俄越双方通过了关于深化2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此外，双方同意尽快研究和扩大新能源、清洁能源、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合作。双方愿在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基础上，促进防务与安全合作。据美联社报道，普京与越南方面签署了扩大在教育、科学技术、油气开采和医疗卫生领域合作的多份协议。双方还同意制定在越南建设一个核科学技术中心的路线图。普京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企业准备与越南进行供应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合作。Еще одна многообещающая сфера для расширения двусторонне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 это мирный атом. На повестке дня сооружение во Вьетнаме силами Росатома, Центра ядерной науки и технологий, а также подготовка в российских профильных вузах вьетнамски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атомщиков. 此次随普京一同访越的有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俄副总理、俄越政府间经贸和科技合作委员会俄方主席切尔内申科、司法部长、工业和贸易部长、交通部长、能源部长等多名高级官员。俄罗斯塔斯社认为，俄罗斯总统的国事访问不仅有助于提升双边关系，而且是外交访问的最高级别，这充分体现了越南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这是普京第5次访问越南，也是他再次就任俄总统后的首次。今年是俄越签署友好关系基本原则条约30周年，普京的来访受到外界高度关注。越南是亚太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之一，在亚洲具有重要战略位置。长久以来，越南一直维持平衡的外交策略。虽然近年来越南与西方的关系不断改善，但从未加入制裁俄罗斯的队伍。普京此次既有巩固传统友好友谊、拓展东南亚市场、扩大经贸、军工和远东开发等领域合作的意愿，也希望延续俄罗斯向东看政策，寻求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合作，以打破或减轻西方国家对其施加的压力。不过，法新社分析称，河内不太可能像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那样公开承诺在乌克兰问题上全力支持普京。多年来，越南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与任何大国过于紧密，奉行所谓的竹子外交。竹子外交是对越南奉行的外交路线的总结，因为越南的竹子既柔软又坚韧，越南也希望自己的外交政策如竹子一般灵活创新，且不在任何国家之间选边站队。值得注意的是，普京与朝鲜、越南的互动牵动了美国及北约的敏感神经。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9号表示，普京访问朝鲜是要争取一些国家提供俄方所需，延续对乌克兰的战事，并警告我们希望确保在必要时能够让其承受代价和后果。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同一天称，俄罗斯与朝鲜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应促使西方更加团结。他还补充说，由于担心俄罗斯支持朝鲜的导弹和核计划，下月的北约峰会会加强同亚太伙伴的交流沟通。在越南前一站，普京高调前往朝鲜，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展开亲密互动，引发国际媒体高度关注。据俄新社报道，当地时间19号到访朝鲜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互赠礼物。金正恩收到了一辆新的奥鲁斯轿车、海军配件和一套茶具。俄方官员称，这是普京送给金正恩的第2辆奥鲁斯轿车。普京也收到了朝鲜准备的厚礼。作为资深爱狗人士的普京，曾饲养多只由保加利亚、日本等多国赠送的拉布拉多、保加利亚牧羊犬、秋田犬。这次朝鲜也展开狗狗外交，金正恩赠送普京2只风山犬。风山犬是朝鲜的国宝之一，是一种拥有乳白毛色、尖耳朵和淡褐色双眼的猎犬，以忠诚和灵敏闻名。朝鲜中央电视台19号也播出了一段金正恩和普京在玫瑰篱笆上与狗玩乐的画面。新加坡联合早报指，这并非朝鲜首次赠送狗给外国领导人。2018年，朝韩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期间，韩国时任总统文在寅也从金正恩手中收到2只白色的风山犬。虽然普京在朝鲜停留不到24小时，但此访日程丰富，成果显著。两国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强调若任何一方受到侵略，另一方将提供协助。普京还表示，不排除开展俄朝军事技术合作。金正恩称，两国已升级为同盟关系。朝鲜方面还授予普京朝鲜最高勋章金日成勋章，而他在离开朝鲜时，虽然已是朝鲜的深夜，金正恩仍前往机场送行。